这是一个关于设计和教育的频道。作为设计师和教育者，分享一些关于教学青少年记录过程和一些学设计的资讯。如果你们是家长，希望这个频道对你们有帮助；如果你们是青年，希望这个频道能启发和激发你们的创作。Hello， 大家好，请各位回想一下，是否有过学习一个技术或者是知识的经验？我相信有的。我们每一个人肯定都有被教育过的经验和体验。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的学习过程是一个系统式或者是植入式的教育。很多人学习艺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画画开始。想学设计的人也是从画画开始，一直都在画画，围绕着铅笔、水彩、亚克力、油画。很多人说，没有画画就没有基础，画不出头脑所想象的东西。更多时候这么说吧，大部分都是用眼睛去观察眼前所看到的画面而去描述。更不用说读设计了，不会画画就不会是个好创作者、设计师。我说的这句话，其实我根本就不同意，因为是我常听别人说的。你们觉得呢？所以这10年间，我反而把创意和设计变成是纯艺术的一种，让我的学生不用每天都在画画的圈子里，而是实际的去探索每一个设计领域的艺术和关系。简单来说，我不想把他们教育成画家、画匠，而是一个创作家、创作者，能够为需要的人去创作。所以我想在这里传达一个我对教育的看法。我为了这个理念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Idealescent。Idealescent 是 idea 想法和 adolescence 青少年的字义上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当结合之后会产生一个 ideal 完美的理想的含义，给予了一个对未来向往的憧憬，也是我们因材施教的目标。我们付出将近10年的时间，全职指导青少年学生，帮助他们成功地得到艺术感和设计创造力。在这个10年里，我们为了帮助这些独一无二的青少年群达到艺术和设计的能力，我们经历了许多教学上的失败，但是这些失败呢，并没有打倒我们，反而却成为我们不断思考如何有效地来指导每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鼓励他们在形成自己独有的标志性作品前，帮助他们建立不放弃的心。我们认为，与大学生或是真正的设计师相比之下，青春期的学生们是最有趣，他们的想象力总是超越现实，总是超越极限，总是有不规矩的创作状态，造就了他们各自的创作语言，让他们敢于表达。尤其是青少年没有真正工作时所需要的金钱上的负担或者是界限，这使他们的创造性视野更加的抽象。结果，我们从青少年学习和利用艺术与设计的传统方式进行了重新改造，来定义设计教育。这种自由创作、自由表达的精神，向每个人证明了创造性的设计意识早已砍入到他们的内心和野性的世界里，只是在等着醒来并活动他们的潜力吧。学设计不能走捷径，
大家都有一种想立刻达成目的的心态，因此都会想走捷径。可是，是否能设计出一件好的作品，不是单一的会用画笔、会用电脑或者是一点绘画技巧就能称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和设计师。设计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也是大量知识和经验的累积。它也就像一门投资，需要长时间投入其中学习，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家长对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投资，需要家长们的耐心、细心和用心的对待，要一定程度上给予孩子自己做决定的空间，让他们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拿房地产投资来说吧，在房地产大家都说投资最好的选择就是地点、地点、地点。设计来看嘛，其实就是激情、激情、激情。我希望学生能用正面的心态面对每一层困境，突破每一层困难。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多大的难题，就怕学生扛不住挑战，因为创作就是一种旅程，很严格的旅程。旅程中要经历种种的风险和失败，才能达到终点。我看到的是，因为有些家长总会充当一个反对角色，成为学生向前的阻碍，所以我常常对这些来跟我见面的新学生和家长们说，真的要读设计，特别是创意类的学术，根本就不是一个短期的路。所以当我在教有些比较小的小孩子学基础时，我就会希望他们脚踏实地的学，不是说学得了几次就结束了。这种大量知识学习的进程中，真的都是需要长远的时间沉淀下来，知识和创作经验堆积起来的。最重要的是，其实不是你选择要做什么，而是你想变成什么样的人。希望这些话对你们有帮助。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我们下回见。喜欢这个频道，请你们支持并订阅，帮我们点赞加小铃铛，分享出去给你们身边需要设计相关资讯的人。谢谢。